韩国媒体说批评我们的国军军人像草莓兵，大多数的素质非常糟糕，而且武器呢，有些还拿二战时候的老旧装备做武器。他说，因为我们的预算不够，只占2%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啊？顾立雄说，新的武器我们再买了，到位我们就把旧的装备淘汰那另外呢，美国参议院是邀请，强烈鼓励了邀请台湾、美国邀请我们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其实每年国会都有这样建议了，只是今年是强烈鼓励了以前是建议要求今年是语气比较强那过去呢，我们的记者有去，我常常看到记者去拍，但是呢，军人好像没有真的被邀请去那因为你既然讲是这个环太嘛，那台湾是在太平洋里面是很重要的地位理论上应该邀请我们去的，否则你现在打起上来缺席台湾不是很奇怪吗？那你打起上来到时候军队跟军队之中的联系什么都非常重要的。平常不做这个演习，你打仗的时候你说我在帮你跟你怎么联合作战，你怎么联合法？所以这个演习就很重要所以呢，既然美国参议院这样强烈鼓励，那美国这个国防部会不会邀请大家也在看那另外呢，这个他保留军援台湾10亿美元的条款，这个保留了另外呢，有人说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是不是就是川普要制衡北京的筹码？看怎么讲吧那其实很快就到了他们10月底在韩国就召开 APEC 会议了，所以呢，川普跟习近平在那边到底见不见，如何见，谈些什么，又是大家关切的话题。很快就到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国军的问题。今天韩国后备军人招训练画面被韩国智库主任李日宇撰文投书韩国媒体《东亚日报》，说暴露台军训练水准低落，士兵摸枪姿势不当，缺乏警戒与掩护动作，表现令人摇头。撰文更提及，我国海军仍使用旧式军舰机扬机作为主力，空军则是一直到升级前仍依赖1970年代的 F-16AB 战机，陆军主力火炮仍使用二战时期的 M114与 M1洞1牵引榴弹炮。还陆续筹购新式的装备，那我们等到筹购新式的装备能够交运到位之后，我们就会来陆续淘汰我们过去的旧式的装备，然后来达到我们的提升我们的战力。不过说到 M1洞1榴弹炮，南韩其实是最大的使用者之一，目前约有2000门在役。为了榨干最后价值，南韩也研发出了将 M1洞1榴炮搭载于5吨军用卡车上的 K1.5A1 自走炮。除了军武，自然也要强化合作。美国参议院日前通过新一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强烈鼓励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只是从2021年起，美国国会就有类似建议，至今台湾仍未被获邀。我们会陆续来静待这个美方政府最后的决定。专家则认为，国军无法的话，或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RIMPAC， 又或者让海巡参与。上海巡在救生救难的部分跟国际之间发展联合的演练，这个是有在做。所以是有机会今年可以过去吗？诸位态度保留，不过 RIMPAC 确实有美方海巡参与，就看台湾的邀请函明年会不会真的有谱。不过我刚查了一下那这个韩国媒体说，因为我们预算占2% GDP， 其实今年已经到2.4%了韩国占多少？南韩占多少？2.4%。他的国防税也不过就2.4%，美国人不满意就他提到3.5%。他说我们努力看到2030年能不能提到3.5%。当然，南韩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它有美军有差不多3万多美军住在南韩有4-5万美军住在日本所以说美军在那个地方那但是呢，其实南韩本身的国防预算跟我们其实也差不多，所以呢，这个也不要笑我们说我们国防预算占不多不过当然，南韩人因为个性是比较凶悍的，所以他们有些部队，而且他们因为北韩就在38度线那边嘛，所以他们面临的威胁其实比我们大很多。我们还有一个台湾海峡，大家觉得要过海不容易北韩说过来就过来了。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挖地洞有没有？到那个汉城都已经到了汉城，地洞都可以挖进来，根本不必过什么海就变成这样。老沈怎么看？我觉得韩国《东亚日报》这个报道，我们当然不能完全否认，但是也不能全盘照收。你全盘照收的话，你侮辱自己的国军就算讲的是真话，我们也要
家己小可国家来民主的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夹在美中之间呢，我常讲的一句老调，就美中无事，台湾就无事；美中即便有事，台湾也要把它搞成无事。为什么？台湾海峡当战场的话，我们是最倒霉啊！美国那么远，跟看他整，他受伤很有限。中国虽然很近，那么大，好，但是呢那么大，一点点陪葬没关系。我们台湾既近又小，通通赔了去啊，干没喝？所以呢，我们的国军草莓不草莓有差吗？对不对？你去菜市场买水果，草莓最软啊，柿子最硬啊。你看真的哦，黑谷马西隆拉高高，不是一样吗？对不对？哦，但是我觉得重点是我今天想到美国的军队。大部分是志愿役啊，那志愿役啊，谁当兵？就是非洲裔黑的，哦，还有这个拉丁裔，就拉丁民族啊，墨西哥的。那他们谁去？为什么这两种族群去当兵？因为他们家境比较坏，是属于社会底层啊，属于闲话攀鬼，未来没有希望，所以啊，来这边嘛，没办法。那你觉得台湾情况有不同吗？我们没有这样的统计啊，但是台湾去当志愿役的人，我觉得绝对跟台湾其他没有去当志愿役的相比啊，一定也是相对比较是底层。所以韩国人说，这个是因为在家庭受父母亲的宠爱过度，所以变成草莓了。你相信不相信？那这样的话，台湾的年轻人没有去当兵的更草莓。不是吗？所以草莓不是问题呀，草莓不是问题。那个军备装备是属于太旧了，没有更新。我觉得那个也不是问题，重点在不能打。你一打就完蛋，你一打就成一片焦土。所以一天到晚兵推。所以像龙应台就说不能完全兵推，要和平推。我觉得什么都不要推，你一推就倒霉，就是要想办法不要打嘛，你推个屁啊，对不对？啊，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媒体写的不是很有道理啊。他说他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在国防预算的只占 GDP 2%，不是啊，其实我们编了蛮多钱的，但他没有用在刀口上，没有正确使用嘛。就像这次特别预算也编了1000多亿，但是就拿去特别是在国防，对，在国防这部分啊，编了1000多亿啊，结果也不知道怎么编啊，所以就买很贵的水啊，买很贵的椅子啊，他就是有这个数字，为了凑那个数字，所以就编很高，他不知道怎么用嘛，因为实际上你要买到精良武器，还要看人家要不要卖你嘛，啊，如果人家没有卖你，你硬要去凑那个数字，你当然就会。就是买很贵的水门椅子啊，什么桌子啊、视听设备啊、投影机啊，就这样乱用嘛。所以我觉得那个南韩不能完全用金额来判断这件事情。那就像那个我们现在国建国造海鲲号前也有编啊，那现在也有出问题了嘛。它一个最重要就是它一个那个载台系统，那个系统有状况，它各个系统可能没有问题，但是它必须要有一个整合的系统去操作各个系统，但是这个系统一直有问题，所以现在大家都说11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交建嘛。然后我们之前海军也花了36亿，那个时候也买了一个叫大武舰嘛，这个叫台船座叫大武舰，它这个救难舰，它也跟那个海鲲号用一样的载台系统。那这个大武舰就是去年交建到现在系统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不完全是钱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就是，当然顾立同讲说，我们设备接下来随着美国卖给我们一些精良武器，状况会改善，确实是会改善。可是有没有人去操作嘛？你可能会造成有机无人的状况啊。现在自愿意报考的人越来越低啊。那国民党本来想帮他们说，你把军费用在调高军人待遇，你可以增加一些人进来，他也不愿意啊。所以我觉得是蛮多问题需要去克服，不是说只是硬要把钱编出来而已啦。我那天看个数字，我真的吓一跳。不是只有什么志愿役找不到，台北市政府缺多少公务员，你们知道吗？8000个。台北市政府啊，照理讲已经算是台湾各地政府里面台北嘛，首善之区，它欠8000个，尤其是警消跟公务人员缺特别多。就当你这样砍他人家的那个，以前大家觉得当公务员不管怎么样嘛，至少还有稳当嘛，退休还有稳定。现在连这退休金一砍，再一搞，人都不来。现在高考人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没有办法，人都不够啊，所以想办法他们说什么专案啊、约聘啊等等，用这种方式哈。所以一方面当然是少子化了，
一方面真的就是说你整个的待遇啊、制度等等啊，如果你不够吸引的话，那这个社会要人地方很多，我干嘛来干你这个事情呢？就这么简单，大家在抢，都在竞逐嘛。来，政委。我觉得草莓兵这部分肯定是一个整个时代的一个问题跟制度的一个问题啦。不过我这边也要特别讲一下，就是韩国他们的报道当中说没有那么精准哦，因为我们明年的一个国防预算大概到9495亿。好，大概占我们整个 GDP 的3.32%哈，其实已经不是2%，已经提高到很多。那当然就说现在我们整个的建军的4大方向，包括说要提升不对称战力啦哈，然后针对那个防卫韧性，然后针对提升后备的战力，然后还有针对灰色地带的一个应处的一个能量等等哈。那这些部分的时候，确实如果说有新的武器，因为现在的一个作战它并不是完全靠体力当中大家肉搏战的状态，其实是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武器在做哈，那我们当然有很多武器其实没有更新，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欠我们的武器就超过6000亿以上。200亿美金，对，200亿美金以上都还没有兑现哈。那这个部分没有兑现的时候呢，那肯定我们现在很多的设备就没有办法如期的去更新起来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美国他们国会这边的时候，在那个NDAA 的部分，就是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的时候，比方说觉得要邀请台湾来参与他们环太军演这部分的时候，那 NDAA 这部分的时候，它有一个比较特殊性，它是一个政策框架性的一个法案哈，就是说国会这边呢授权行政部门可以这么去做，可行政部门不一定要这么去做哈，所以它这部分等于是也让川普总统这边的时候呢，他可以保留一些战略性的模糊，因为这个但书的时候可以让他按照他所需要的状态的时候呢去做，他可以部分去做哈，那可以只是象征着去做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美国他们整个国会跟行政部门当中的时候，给行政部门这样的一个筹码跟一个国际在运作当中的一个武器。那我觉得以我们目前来讲，从我们第一趴讲到现在的状况，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状态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去让两岸和平，因为不要战争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一个部分。不管我们的武器有多么的一个精良哈，重点其实不要发生战争哈。我想这是从我们在以哈的一个和平协议就是状态之后的时候，我们一路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台湾应该要朝这方面去做，而不是在做一个武器的一个竞争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郝龙斌今天上午开政策记者会了哈，政策会他的政见哈，因为主要是因为你现在不管国民党办的政见啊，或是媒体办的，吵来吵去哦，讲完了以后，这个攻击那个时间也不够了哈，所以呢，他就自己开了一个这个记者会政策会，主要是谈两岸，因为两岸其实重中之重哈。那他有5点啊，第一个就是要举行两岸政策辩论，这是民进党许信良当主席的时候曾经。这个到底要是大胆西进哦，还是什么？后来结论是要强本西进，记得吗？哦，徐信良说办了一个很大的，在民进党里面的辩论引起很大的瞩目哈。那国民党现在里面有不同的意见啦，有人是什么大屋顶理论啦，有人是邦联啦，有的是维持现状啊，有的是暂时维持现状啊，有的是永久维持现状啊，哦，有的是反正这都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反正吵嘛，来吵，要看有什么意见啊。第二个呢，在上海跟北京设立国民党的办事处。其实马英九时代，马英九执政政府他就想设，就会有人反对马英九就算了，哦，但是党可以设啊，民进党不做，国民党做嘛，所以呢，在国民党要在北京、上海设立这个办事处哦，来做很多台上的服务，还有联络啊等等，两岸之间很多误会嘛，你总要联络啊，哦，你不能这个也怕那个也怕。第三个，这个郝龙斌当时举办双城论坛，台北、上海嘛，所以他当党主席要在以双城论坛的基础推动两岸论坛。哦，不只是2个城了啊。第4呢，就是台湾如果不独立，大陆就不打台湾。哦，大陆也应该这样的这个宣示哈，就是说国民党应该跟大陆要求，为什么？如果台湾不独立，大陆就不打，那民进党就不能再讲要独立啦。你独立就是打啊，然后美国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啦。你支持台湾独立，两岸不就打起来了吗？哦，所以又可以节省经费、军费，然后又可以促进两岸的和平。哦，促进各种交流，那大陆现在不讲嘛，
大陆现在就不讲了，大陆就说哦，有5个状况我要打你，那这就多了，什么宣布独立要打你，什么外部力量介入要打你，什么内部什么混乱要打你，不是搞一大堆，没有重点了。重点其实就一个，越多重点越不是重点，就是一个台湾不要独立，你在乎就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外国进来乱什么，也就是想要帮助台湾独立嘛，不独立我就不打，独立就打。我觉得共产党应该做这样的宣示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两岸回到中华民国的宪法，要求对方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这是郝龙斌一再，他每次到大陆去啊，参加什么两岸论坛都一直讲，你们要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事实就是存在这里，并且还早存在，你怎么不承认呢？这是他的今天两岸政的这个5大要点，然后可以称为好5点啊。那另外呢，这个设立办事处其实蛮重要的。真的是我觉得党对党设立还是蛮重要的，就是民进党不做，国民党做了，就这个意思了哈。那另外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不能一味讨好嘛，因为别人问说，那中共会讲吗？台湾不独立，大陆就不打你吗？他说也不能一味讨好，你该争的还是要争啊。他那时候就跟大陆讲说，你非但要撤啊，你非得搞到旁边台湾人就感觉很不爽啊。那另外呢，这个他因为老美知道你军费增嘛，所以呢，郝龙斌就说美国GDP 占3.4%军费，那我们就学美国啊！你美国老大哥，你不能你3.4%，你叫我们5%、10%不合理啊！而且你3.4%，你增加我就增加哦。那另外呢，这个德国之声说到底谁能帮国民党重返执政？大家其实主要就在谈这个问题了哈。说呢，这个现在搞了半天，郑丽文原来是最毒的，现在变成郑丽文最统，这是德国之声讲的哈。说这是学者分析了，说郝龙斌在中间了哈。那不过中间常常是最不讨好的了，中间常常最不讨好，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越极端的越会被讨好哈。那问题是你国民党主席你当了，你还要带领国民党打赢2026、2028。如果你这2026打不好，2018打不好，那你这个主席有什么意思呢？你政权拿不回来嘛。所以不是只是国民党人自己很高兴啊，好啊，爽啊爽啊。你拿到外面怎么办啊？那你说没关系，我先当选，以后再改。你凡这个走过的必留下痕迹，你到时候人家会讲，你怎么变来变去呢？那这个当然，郑丽文原来是很绿，为什么变蓝？他以前的同学啊什么，反正讲的话也没什么好听了哈。另外呢，网络在传他被苏贞昌说呢，这个被骂的影片也在传了哈。那连胜文也说呢，哎呀，这个不要这个帮倒忙哈，不要这个在这个党内互打了哈。我们看一下，我也相信，在星期六的时候，多数的党员会投票给我，我会是新任的党主席。自信喊话一定能当选，国民党主席候选人郝龙斌召开两岸政策记者会，提出5大政见。当了党主席，国民党要举行两岸政策的大辩论，我要积极推动国民党在上海、北京设立办事处，双城论坛的基础积极推动两岸论坛。我主张大陆应该宣布台湾不独，大陆不武，并要求对方正视而且承认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喊话要对岸承认中华民国存在事实，更要中国大陆主动宣布台湾不独，大陆不武。但问题在要如何说服对岸开口？你要跟他讲真话。什么叫做真话？就是怎么样对于两岸的交流、两岸的和平稳定或者两岸的互信有帮助的话，而不是一昧的讨好。来，我看郝龙斌今天讲的这5点在这个党主席选举过程当中，每一个党主席的参选人提出的两岸的这个路线都不太一样。那他的这个说法呢，我看到有被攻击说跟民进党的论述很像，说那他讲的东西那又怎么样，又不要去舔共等等观众朋友，其实我认为他所讲的第一点我非常赞成，国民党需要进行两岸路线的大辩论，而这个国民党需要进行的辩论，应该是早在9年前2016年的时候，当总统选举失败，那个总统选举失败离马前总统跟习近平见面只不过隔了短短3个月，11月7号在新加坡见面之后，隔年的1月初的选举输很惨。那到底是因为这个分3组或是换柱，还是因为国民党两岸路线台湾民众不支持？所以那时候就应该进行辩论，已经事隔将近10年还没有辩论，以至于现在不同的党主席的候选人所提出的两岸政策
别人看说，你这个是怎样跟民进党一样？先不要管跟民进党一不一样，先回头看国民党要怎么做。第一个，郝龙斌所讲的说，希望能够请对岸正视中华民国的存在，这一点身为中华民国派的任何中华民国国民应该觉得没问题，对岸不会同意，可是你得讲出这句话啊。第二个，台湾不独，大陆不武，那台湾现在有没有独？第二个，什么是独？如果说台湾共和国是独，那中华民国坚持我们主权独立算不算独？那对岸会不会同意是一回事啦，只是他很勇敢把他的那个政策主张给提出来嘛。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因为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只有33万党员可以投票，这个在社会上来讲看起来，你去做各项的这个之前的，不是针对人针对事的民调，比如说我们是中华民国，对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其实基本上不受对岸的管辖等等，民调上大上好像跟郝龙斌主席参选人的意见是差不多的。但如果国民党的33万党员不想要听到这个，他想要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可能比较未来走向和平统一的。国民党现在到底是不是要和平统一？用什么方法和平统一？6个党主席各自的方法跟意见都不一样。那现在选的是党主席，不是一般的台湾的民众可以去投票，所以出来的结果会是党意，而不是一般社会的民意。那是，我觉得郝龙斌这5点两岸政策四平八稳，无懈可击，谁都可以用。我觉得如果你私底下问民进党人，比如说这一赛没，民进党人不会反对。民进党如果这5个照抄老共答应，我觉得民进党不会反对。现在问题是老共已经铁了心，只要是民进党执政，一切变共。为什么？因为你的基本原则违背我的一中3原则。还有呢，违背了就是说你一定要跟我切割，要分离，要怎么样？他是说你这个不改，我哪里答应这个？但是你国民党真的要做到郝龙斌这5点，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老共也不会答应。为什么？因为你很多坚持，他不会答应的。所以我现在想了一个东西，因为民进党常想4个字，就是说尊严对等，对不对？你觉得要不要尊严对等？你嘴巴你讲都要这样讲啊，不讲你说我不要尊严对等。我觉得尊严可以不要进一步讨论，因为尊严是起码的问题。你讲有就有啊，你有没有尊重我？我那礼拜的尊严尊严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对等很难。为什么？你知道，老公说你跟我对等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对不对？所以呢，我建议这样两岸如果有诚意，程序方面的问题，就说如果我们2个要谈椅子坐下来。你是谁？我是谁很多程序，这个有关程序的部分 ，procedure 的部分要对等，因为这个谁也不吃谁的便宜占谁的便宜，谁也不吃亏。但是谈的终极结果可以谈50年了，可以谈100年了，终极结果，老共绝对不会答应我们是对等。如果我们是对等，还用谈对不对？就是你矮我一截嘛。对不对？不是这样吗？如果是两边国与国还是什么对什么都完全相等的话，老共就说那就不用谈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定大小有别，一定强弱有差这个东西是谈的结果，这个部分就是谈的主题之一。这个你不能，我们小的不能。一开始是说不对等不行，我要跟你对等如果你一定跟他对等，那就谈判结束了嘛，这很好所以我觉得程序问题一定要对等，这个结果到底是你大到什么程度，我小到什么程度，这本来就是要谈的。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可以妥协的地方？我觉得那个郝龙斌他应该今天这5个，刚刚那个沈大佬讲嘛，就是如果民进党可以接受，代表说。好，市长他是走一个比较中间的路线就是说今天我们选一个主席出来，其实重点政党是干嘛？政党就是汇聚帮国家拔擢人才，而且重点是取得执政嘛。那所以如果在选主席的过程当中，言论太极端，也许就是可以吸引到一些比如说光谱比较深蓝的这边的支持，但是如果会影响到中间选民的观感，当然我觉得会跟政党存在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今天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是走一个比较中间的路线那他特别是我觉得他那个刚刚暐瀚讲的，就是说什么台湾不独，大陆不武那怎么样算独我认为我当然我也可以，如果要辩论的话，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如果是纯粹中华民国派，就跟赖清德现在讲的中华民国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中华民国派。
应该是指就是武昌起义，然后那个在那个中国大陆所创建的中华民国，而且是114年的历史的，在这个史观脉络底下。就是对日就是抗战，绝对不是中战，而且我们要庆祝的就是114年的国庆，不是说什么中华民国什么在台湾好像就是那种史观是什么，我们的祖先是南岛语系人，然后在台湾然后到民国什么49年，然后中华民国才过来，我觉得不是这样史观。我觉得如果是要辩论的话，我个人是这样。他要辩论，我跟他辩，好不好？我跟他辩，我告诉你，因为赖清德那个不是，那只是用中华民国的壳，你觉得搞台独？你觉得老共，我让你做选择题好了，你觉得老共想消灭台湾，还是想消灭中国国民党，还是要消灭中华民国？你觉得呢？没有老共怎么样？没有老共，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认同是要统一台湾，但是呢是要消灭中国国民党，这一点你们都没有认清啊。还有呢是要消灭中华民国。所以呢，这种说我是中华民国派，然后我跟你，这个是一个内战还在延续的讲法，是给他一个面子。你认为你给他一个面子，老公现在可以跟你敷衍无所谓，你爱讲我的讲啊。讲到最后，中华民国是要消灭的，中国国民党是要消灭的，台湾是永远不会消灭，但是会被统一的。这一点你不认清的话，好了，那个是很远的事情，我们都看不到了。但是我告诉你，我警告你，叶元之委员，我也警告。各位国民党的朋友，警告郝龙斌，警告甚至朱立文、郑丽文，我告诉你，你国民党里面的红统问题，就千丝万缕，你跟老共的关系扯不清嘛？啊，里面跟红的被染上红的问题，你不能否认啊！啊，这一点你不像老赵，现在就豁出去了，忍无可忍，出手一搏。你这个问题他冒了很大的风险哦。但是受了无谓的这个围剿很厉害他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创党以来，仅次于老蒋被逼下台的那一时刻，他现在最艰难了，他跟老蒋齐名一样的艰难了但是你这个不掀开来，好好处理，我跟你讲，你国民党不会执政啊，台湾老百姓不会让你执政，所以郝龙斌讲的这5点都没有用啊。因为你不会执政，你讲这5点干嘛？不，对了，这5点里面有2点不是郝龙斌能够决定的就是说台湾不独，大陆说我不武，但是大陆方面。另外，你要承不承认中华民国是那是大陆，但3点是国民党主席可以做的了。这辩论我们就来辩嘛，对不对？另外呢，在上海、北京设立国民党办事处，他就设。我相信北京也不会反对他，你来设有一个联络也蛮好嘛。第3个就是积极推动两岸的，这3点是国民党主席是可以做的，但到现在为止没有听到任何一个其他的国民党主席提到这个，所以郝龙斌至少大胆把它提出来，这在所有的6个里面他最有前瞻性了。需要再回来。